工作对我们来说通常是赚钱糊口，但有些人的工作不仅赚钱，还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。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全世界最危险的工作 Top 10。如果你有机会，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做这些工作呢？100万美元够诱人吗？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和分享这支影片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。第10名，大笨钟的清洁工。英国的大笨钟每天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。然而，你或许不知道，大笨钟也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场所，尤其是对那些清洁工而言。你或许会问，为什么大笨钟需要清洁呢？英国的多雨天气让这座世界闻名的时钟时常被雨水淋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笨钟渐渐被污垢笼罩。为了让这位大佬保持最佳状态，清洁工得上前上去。清洁工得从大笨钟上方吊挂的绳子上，用绳索吊在时钟前。为了方便清洁，通常会将钟面的时针停在12点整。时钟的外表主要由铁架和精致的玻璃装饰构成，清洁工会用湿布擦拭每个细节，擦亮每寸表面。这份工作既肮脏又累，但是却必不可少。胆大不怕死的清洁工飞上飞下，他们的性能极高的工具此时派上了用场。大笨钟的清洁工作频率是每5年一次，因为这项任务并不轻松。大笨钟高达316英尺，清洁小分队需要攀上钟楼，清洁4个面上的312块玻璃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他们清洁的过程中，时间会持续流逝，大笨钟的指针也不会停下来。这意味着清洁工需要时刻躲避移动的指针。分针和时针的长度分别为9英尺和14英尺。所以，如果你认为高处清洁工作是小菜一碟，或许应该再想一想，因为要想让大笨钟再次迎接游客时焕然一新，需要1周的时间和专业技能。而这只是我们排行榜中的第10名。第9名，石油平台工作人员。你或许从海上看到那些壮观的石油平台，但你绝对未必意识到，那些在那里工作的人处在每一个瞬间都可能面临极度危险的环境。他们的工作不仅负责挖掘宝贵的黑金，更需要在极端环境下保证操作的顺利进行。这些工作人员经常要在离岸数英里的海上工作，他们需要完成各种装配工作，有时候甚至需要持续工作长达16个小时，有时甚至要连续工作1、2天而无法休息。这样的工作强度不仅让人精疲力尽，更可能导致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。而危险也随处可见，石油平台可能会发生火灾、石油爆炸、溺水等事故。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，他们的身体有可能被机器吸入，这样的意外甚至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。虽然他们的年薪在7万美元到14万美元之间，看似相对可观，但是这个高薪背后是每分每秒都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踏足这个危险的工作领域，请三思而后行。第8名，电塔上的电工。他们的工作绝对让人望尘莫及，因为这工作不仅需要高空作业，还充满了高压电危险。想象一下，身处在数十甚至上百英尺的高空，只有一根钢索固定着你，然后要在如此危险的高处进行电塔的维修和安装工作。这些电工必须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，因为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在一瞬间变得极端恶劣。这些电工负责维修和升级高压电力系统，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接触到数千伏特的电压。一个小错误可能导致严重的电机事故，甚至丧命。但他们的工作对于现代社会至关重要，因为他们确保了我们的城市和家庭拥有稳定的电力供应。这个工作不仅危险，而且需要高度专业的技能，因此这些电工的薪资也相当可观。但是，每当你打开灯光、冷暖气或充电手机时，不妨想想背后那些在高空和高压电下工作的电工，他们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，但同时也冒着极大的危险。第7名，战地记者。战地记者，他们就是带着相机和笔记本走向危险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以告诉全世界战地的真实情况。当大家看到电视或报纸上的战地新闻，往往只看到了画面背后的冷冰冰的字句和图像，但少有人知道这些画面背后的真相。战地记者的工作绝非轻松，他们常常身处爆炸、枪林弹雨的战场，时刻冒着被狙击、绑架或酷刑的风险。对方可能根本不关心你是记者，只会视你为敌人。然而，这些勇敢的记者仍然坚守岗位，以真实的报道为使命，无畏地走向危险。他们的工作不仅危险，而且精神压力巨大。长期处于战争和紧张情况下，很容易导致心理创伤。但这些记者相信，他们的报道可以改变世界，
唤起人们对战争的关注，推动和平和正义的实务。虽然他们的薪水不高，平均年薪大约是3.6万美元，但这些战地记者的工作无价。每当你看到他们的报道，不妨点个赞，为他们的勇气和坚持默默致敬。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，愿意走向危险，为真相发声。第6名，高空建筑工人。当谈到高空建筑工人，他们可不是在高空中享受美景，而是在数十层楼高的地方挑战生命的极限。这些勇敢的家伙要悬挂在钢骨结构上，彷佛像蜘蛛人一样进行各种高难度工作。这工作不仅是离地的高度挑战，也是心理折磨的考验。现在，让我们谈谈这个职业的风险。高空建筑工人的事故率非常高，比如在10万名工人中，每年有多达45名会遇到意外。这些意外包括坠落、工具掉下来，还有被风吹得跟风筝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工作地点简直就是好高好险的代名词。不过，别忘了这群高空汉子的薪水可不低，平均年薪可达5万美元以上，有些甚至更高。毕竟，要在空中悬吊着工作，得有相当的薪水来鼓励吧。不过，请记住，这些家伙的钱虽然多，但他们愿意冒这么大的危险，究竟是因为他们喜欢高处，还是喜欢高薪，那就难说了。让我们向这些云端勇士送上一份敬意，他们为建设城市的高楼大厦付出了高空的代价。第5名，伐木工。伐木工，这是一个字面上让人会想起壮硕的树木和强大的伐木工人，但事实上，这个行业是相当危险的。要知道，伐木工的死亡率比起其他行业高出整整20倍。是的，你莫听错，这个工作的风险真的相当高，绝对不是开玩笑的。为什么这么危险呢？首先，他们必须每天都与庞大的机械和数十米高的树木打交道，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。事故往往发生在机器故障或是树木倒下的瞬间。可以想象，当一根巨大的树木倒下，它的威力可是相当可观的。所以，伐木工人必须经常面对生死危机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勇敢的人拿了很多钱来冒这么大的险，你可就错了。他们的平均年薪约为3.6万美元到4万亿美元左右。这么高的风险和这么低的薪水，实在让人感到惊讶。但也许他们的动力来自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建设的贡献。毕竟，如果没有这些勇者，我们的建筑、纸张和木质家具从哪里来呢？第4名，牛骑士。你或许以为牛骑士的工作只是在牛背上坐上8秒钟，然后就能拿到一叠钞票，但这背后的危险性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当你骑在1吨重的狂野公牛背上，8秒钟可能会变得很漫长，而且充满挑战。牛骑士经常需要面对牛的强大力量，一个不满意的牛可能会做出危险的行为，例如翻滚、踢腿，甚至攻击骑士。根据统计，平均每骑乘15次牛的尝试中，就有可能会发生1次严重的意外，包括脑震荡、骨折等等。这些勇敢的骑士需要付出高昂的风险，以换取高额的报酬。平均年薪约为10.7万美元，但这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危险的10.7万美元。第3名，拆弹专家。让我们聊聊拆弹专家。这群人拥有一个非常爆炸性的职业。字面上，他们的工作就是玩着生死之间的炸弹，然后试图让他们变得不再那么爆炸性。这份工作的工作内容就是拆炸弹。每天，他们可能要处理各种炸弹，无论是时钟炸弹、遥控炸弹，甚至是那种为了让他们变得更英勇的迷你炸弹。而最棘手的部分是，他们不是在玩电子游戏，而是在现实世界中，因为错误可能会让一切化为乌有。这份工作不是为了致富而存在的。拆弹专家的平均年薪大约是3.6万美元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成为拆弹专家，请准备好不断面对爆炸危机。但记住，你正在做的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。第2名，蛇毒汲取师。蛇毒汲取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。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，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尝试的。这些勇敢的人们的工作就是与蛇共舞，不过这种舞蹈可不是那么轻松的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蛇毒，这种毒液在医学研究和制药方面非常重要。尽管有着严格的安全措施，但汲取蛇毒的过程仍然非常危险。几乎每位蛇毒汲取师都曾被咬过，这就像是工作合同上的额外细则一样。当然，这份工作也是非常有责任感的，因为他们的努力有助于医学研究和制造抗蛇毒血清。蛇毒汲取师的平均年薪大约是3万美元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追求一份非常另类的职业，这份工作可不是关于爱的毒蛇，
而是毒蛇的爱。第1名，矿工。来了，我们迎来了这份榜首工作——矿工。他们的工作环境像地球上最黑暗的咖啡一样，充满挑战又多变。矿工是地下世界的探险家，他们下潜到地底，就像是在地球的地下迷宫中探险。不过，这可不是在找寻神秘宝藏，而是挖掘地球的宝物，比如煤炭、金属矿物和宝石。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极端，温度高低不一，空气稀薄，湿度高低变化无常。这不仅对他们的身体构成极大挑战，也让工作场所变得极为危险。矿工们经常需要应对塌方、有害气体泄漏、地震、火灾等各种危险。而最令人担忧的是，矿工们可能遭遇的塌陷事故。地下矿区的稳定性常常随时改变，一个小小的地震或是操作错误都可能导致地下通道崩塌，让矿工们陷入生死危机。还有那些狭小的工作空间，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地底的隧道中爬行，就像是地底的蜘蛛人。这不仅是为了挖掘更多的宝藏，还包括维修和保养工作。然而，这一切努力的回报是什么呢？矿工们的平均年薪大约是4万美元，但这仅代表他们勇敢地冒着危险工作，但报酬却始终悬在危机中。所以，如果你对于在地球的黑暗深处挖掘宝藏感兴趣，也能应付各种极端状况，那或许你能成为下一位世界顶级矿工。这些职业的人或许不是最富有的，但他们无疑拥有最丰富的勇气和毅力。无论你是高空飞行的清洁工、极寒地区的科学家、地底的矿工，还是生死一线的拆弹专家，每一位工作者都在他们的领域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。因此，当我们享受着相对平安的生活时，别忘了这些冒险家们，他们的辛劳工作确保了我们的世界运转得更顺畅。请为他们默默鼓掌，感谢他们在这些危险工作中的坚韧和牺牲。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，别忘了按下订阅、赞好和分享，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主题。